北约打造空中屏障，俄罗斯已无路可走。这次的俄乌战争与其说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场，不如说是北约与俄罗斯在角力。二者除了在战场正面对抗之外，还有一场没有硝烟的军备竞赛。北约目前正在开展空中屏障行动，加强东欧的防御，防止俄罗斯的导弹部队狗急跳墙。空中屏障行动是把北约不同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部队集合起来。从地图上看，这道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屏障基本上彻底斩断了俄罗斯使用常规导弹打击北约的可能，可以保证北约自家的领土与部队的安全。但是这道空中屏障真的只是用于防御吗？俄罗斯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屏障？火力军这期视频就来聊聊空中屏障。俄乌战争没开始的时候，北约各国在防御这方面做的其实没这么到位，最直观的地方就是军费开支和军备。北约对成员的要求是军费占 GDP 的2%，结果29个成员国中只有10个达到要求，都觉得在和平年代这样搞有点费钱，所以问就是没钱。美国也没办法，总不能说没钱我支援你吧。在军备这方面也如此，除了波兰等国家与俄罗斯比较近的东欧国家，西欧的好兄弟总想着减少军队的规模上，英法德都是如此，总觉得已经足够了。英国上的陆军现在就剩8万多人，但是还是不满意，依旧是削减军队规模，到2025年估计就剩了7万人，并且还打算暂停海军后备役人员的服役，缩减到最后感觉不算核武器，波兰也能争一争欧洲老大的位置。在防御这方面，也就是空中警戒，主要负责识别和定位可疑目标，包括接近北约成员国领空的外国军用飞机，然后赶走对自己不友好的飞机。说的是谁？自然是人尽皆知。只是空中警察不能首先开火，这点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处于和平时期，总不能看见俄军战机就开炮。而且按照之前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拦截行动都比较安全，不会进入北约国家领空。但是这种巡逻式的防空也就是安慰自己的程度。不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这种划水的态度就变了。之前军费没达到 2% 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宣布要把自家的军费提上去，就连购买武器都大方了很多。德国要拿出1000亿欧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而且向美国表示计划购买35架 F-35战斗机，总价至少40亿美元，还考虑花费20亿欧元引进导弹防御系统，对象就是以色列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剑3。加拿大也是一样，表示要花1500亿美元采购88架 F-35。波兰这种与俄罗斯有仇的也加大了军备投入力度，已经决定启动特殊的加速程序，从美国购买 MQ-9 死神武装无人机，单价在20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之间，这也只是一部分。可以说，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北约反而增强了一部分军事实力。当然，加点儿光加攻击力不加防御也不行，于是北约就把防空和导弹防御部队进行了整合，将空中警戒任务转变为空中屏障任务。计划是斯洛伐克和波兰部署来自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爱国者，法国的曼巴导弹防御系统则会部署在罗马尼亚。至于拉脱维亚部署的则是来自西班牙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那么一旦俄罗斯对北约出手，空中屏障能挡得住俄罗斯的导弹雨吗？结果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挡不住。这不是灭自己士气长他人威风，实力就是在那儿摆着，挡不住就是挡不住。即使是布置了空中屏障，北约的防御力量还是比不上冷战时期。就俄罗斯当前的导弹实力来讲，想挡住除非是美国亲临。俄罗斯要对欧洲实施打击，用不着洲际弹道导弹，所以我们抛开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核武器不谈，俄罗斯就算动用常规导弹，那也不是北约的空中屏障所能够阻挡。俄罗斯一旦决定对欧洲发起导弹打击，那发射的导弹就不会只有那么1-2枚，肯定是发射数量众多的导弹，而且发起的还是混合打击，多种导弹同时发射。这种情况下，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要想全部拦截，很大程度上是做不到的。更何况俄罗斯的导弹还算先进，
因为有美国和北约这俩老对手，俄罗斯一直认为战略导弹部队是俄罗斯的立身之本，所以就很重视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我们可以质疑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虚胖，可以认为地面部队的武器老旧，空军实力不足，也可以认为俄罗斯海军就是个废物。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俄罗斯导弹部队的实力也不行。俄罗斯导弹部队至少由12个导弹旅组成，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均掌握在这支部队手中。俄罗斯95%的陆基战略核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其中包括290枚核弹头。不过只要普京没有发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毕竟用核弹就不是俄罗斯与北约的事了，这就属于是全世界一同制裁俄罗斯的。更多的应该是常规导弹，或者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比如伊斯坎德尔 M、伊斯坎德尔 K 匕首导弹，口径可在短时间内通过机载或陆上发射，对陆地、空中目标进行高效打击和拦截。相比于较容易被探测和识别的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是一种更隐蔽、更快速的精确打击手段。俄罗斯陆军旗下最有名的战术弹道导弹是 9K720 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部署的精确制导武器之一。飞行轨迹相对低平，而且可以在飞行中机动。在对欧洲发起混合打击的情况下，俄罗斯肯定会使用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伊斯坎德尔 M。 至于拦不住的原因，我们挨个来看。首先，布置在斯洛伐克的爱国者，爱国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看部署的是爱国者的什么型号。如果布置的是爱国者3增程型，估计万无一失，毕竟它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拳打 S300，脚踢 S400，这就是火力军对爱国者的印象。在2020年的时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在白沙靶场对爱国者3增程型进行测试，结果成功拦截了弹道导弹靶弹。各位都清楚，弹道导弹的另一个名字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次拦截的靶弹模拟了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虽然没有详细说明成功拦截靶弹的距离和高度，但也证明了爱国者3增程型有了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伊斯坎德尔 M 的飞行速度超过6马赫，火力军也不知道美国是怎么获取的数据。问题是，如果靶弹可以充分模拟出伊斯坎德尔 M 的高超音速和末端机动的特性，并被爱国者击落，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凉了，自家的导弹基本上就困在了境内出不去。法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曼巴防空系统就没爱国者那么大的名头了，性能自然也差了不少。法国的曼巴其实就是欧洲 Aerosma 集团研发的 SAMPT 陆基防空系统，使用的是 Aster-30 地空导弹，射程3到120公里，最大射高为3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为 4.1 马赫。纸面数据不错，但是没什么实际的战绩。从战术特征上来看，比俄罗斯的 S300 强，估计跟新型的 S350 勇士差不多。拦截常规的续航导弹战机没有问题，想要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没啥希望，这点或许会成为空中屏障的一个突破口。至于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各位可以叫它另外的名字 NASA MS 白宫御用防空系统，俄空天军的噩梦。它也是美国之前援助给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系统，但是它使用的是西班牙给的哨兵雷达，这个是什么概念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对于乌克兰而言，哨兵雷达刚刚好，俄乌战场的环境也更适合 NASA MS 这种高空低空都能防的系统。使用 AIM-120 导弹来几个战机就打下来几个，但是想要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就不太 OK 了，所以想要依靠现在的空中屏障拦截俄罗斯的导弹雨，只能说可以拦截一部分。当然了，北约也知道这个时候，甚至在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说了出来，在真正的威胁面前，它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为了弥补陆基防空火力的缺口，北约还向东欧增派战斗机。美国从德国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派出 F-35 战机前往爱沙尼亚，又从阿拉斯加州的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联合基地派出 F-22 战机前往波兰。
为空中屏障提供支持的还有捷克的鹰狮战机，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也各自派出飞机，在波罗的海3国上空巡逻。这也就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闪电之墙。我们从 F-35 的国外客户来看，已经装备 F-35 的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计划装备 F-35 的希腊、西班牙，对 F-35 感兴趣的印度、罗马尼亚，以及飞行员已在培训但 F-35 暂停交付的土耳其。可以发现，在欧洲的 F-35 正好对俄罗斯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其作用可能比各位想的更大。F-35 确实做不到超音速巡航和超机动能力，飞行性能甚至比不上早期型号的 F-16， 但却极大地强化了感知能力，也就是在电子设备上大幅超越前一代战斗机，并且每一架 F-35 都与其他 F-35 战斗机连通数据链，共享探测所得信息，具备 A 射 B 导的能力。这赋予了 F-35 战斗机1+1大于2的战斗效能。F-35 还能够和其他武器实现联网作战，这样在军事行动中等于是将海陆空串联起来。F-35 的配合作战能力也是美军未来闪电之墙战略的核心，单独拿出来对付俄空天军也是手到擒来。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几乎样样都不如 F-35， 隐身不如，超信息感知能力不如，产量更是不如，拿什么打？而且布置空中屏障后，北约还特意发了一篇报道，意思就是这些行动完全是防御性的，只是想要加强北约东侧的防空实力。这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空中屏障，只是为了保卫北约的领土、部队和人民安全，避免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被俄罗斯逐个击破。之后还会继续加强，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俄罗斯的故意。在这篇报道发出的同一天，俄罗斯媒体也发布了一篇文章，为何锆石让西方害怕。作为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北约确实没办法拦截，毕竟1枚弹道数据，2枚先进防空系统，或者说先进防空系统没办法全面布置，可以说就是在正面打北约的脸，表示你这空中屏障有什么用？我们还不是可以5分钟内打到伦敦去？也算是一种秀肌肉的行为。关于北约发出来的这篇报道，火力军感觉是半真半假，或者说我们不能全信。真的地方就是空中屏障确实是将北约的防空部队整合在一起，防止被俄罗斯逐个击破。另一个就是之后再继续加强。按照目前北约的实力，完全可以组建以层论的空中屏障，加深空中屏障的厚度。比较假的地方就是第一句话，完全用于防御。你信吗？反正火力军不信。北约的空中屏障行动就是在东欧国家前线，利用地面防空系统和多国空中编队进行空中备战。北约国家部队在波罗的海3国的轮换驻防、进驻波兰以及侦察机、预警机的行动，基本构成了集预警、侦察、指挥、空中作战等要素于一体的战斗体系。结果只是用于防御，火力军是不相信的。有了这些武器，北约就能监视遏制俄罗斯的空中网络，而且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就已经是强化了北约对俄罗斯的空中打击能力。俄罗斯但凡有一点异动，北约就可以实施打击，不仅是用导弹，还有空中的炸弹。毕竟 F-35 也不是吃干饭的，毕竟拥有强大的对地精确打击能力。对地攻击时，内部弹舱可以挂载2枚 GBU-12 激光制导炸弹，机翼上还能挂载4枚 GBU-12。并且还具备收集并向队友提供实时的战场情报能力。这样一种武器拿来纯防御，唯一的可能，俄罗斯没有丝毫动作，这显然不太可能。关于北约布置的空中屏障，俄罗斯的动作也很简单，表示自家的锆石有多厉害，目的也很明显，制衡。就跟俄罗斯和美国一样，美国试射1枚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这边就可能试射拦截弹，或者试射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表示我也有实力对付你。但是在俄乌战争的大环境下，俄罗斯还有实力对付北约吗？很明显没有，从反应也能看出来，发表文章而不是试射导弹。如果在和平时期北约这样布置，俄罗斯肯定不答应的。只能说北约有了一个好机会，将俄罗斯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现在的空中屏障确实无法全部拦截俄罗斯的导弹雨，但之后呢，
这可不好说，现在只是一个开始，按照北约的意思，之后还会不断加强。就算俄乌战争结束，空中屏障依旧会存在，以后的屏障能不能全部拦截就不好说了。总的来说，北约和俄罗斯又一次杠上了。从双方的动作来看，这就是军备竞赛，看是盾更坚固还是矛更锋利。而且这件事对于俄罗斯而言，影响比北约更大。对于北约而言，这只是一个盾，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也是一个即将开封的利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对此，各位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